你很聪明啊，那我们也用不着拐弯抹角了，好吧？在我眼里呢，这个婚姻生活呢，就好像一场商业合作。那夫妻关系呢，也就是像契约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公平的保护双方的利益，对吧？我是一个人，也没什么财产和你分享的，所以我想先听听你的建议。有个情况我必须要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之前呢，我也交了几任女朋友，但是没结婚，知道为什么吗？我曾经失手误伤我的前妻，导致她呢难产死亡，我因此坐了5年的牢。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痛不欲生，自暴自弃，常跟那个通奸室的那个犯人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严重的外伤。后来虽然经过治好了，但是我丧失了这个生育的能力。关于你没有孩子这个问题，外界有很多传言，我怀疑过，可我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所以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结婚了，可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更不可能有孩子。对，像我这种情况的男人呢，不管你有多少财富，大部分的女人呢都不能接受。可是我想，对于你来说的话，也许你能，因为毕竟你受过2次的感情上的创伤，而且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我左思右想，最后我能接受你有一个女儿的理由。那你真的可以把安逸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吗？那你说，你要我真的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看待，我还真做不到。但我会实话告诉你，我可以尽到一个做继父的责任。我可以给她优越的生活，给她优越的物质条件，供她，直到她承认。直到承认。那以后呢？你指的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是这个财产继承的问题？这是关键到我们2个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必须把它拿出来说啊。我问你啊，有哪一个男人他能够大方到把自己一生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别人生的孩子？有没有？所以说了，对于安逸，我只能给他优越的生活，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继承我的财产权。还有呢？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之后呢，我可以让你过上你想过的日子，好车时装随便你换，皮包首饰随便你买，信用卡随便你刷，但是有一个条件，但是你如果要外出的话，和谁外出你必须要先跟我汇报，尤其不能跟男人太过于亲近，像什么吃饭啊、看电影，那通通不行。我真没想到，在我心里，你并不是这么一个小气没度量的男人。这不是小气度量的问题，是我不想让你变成这个狗仔队追逐的对象，也不想让你常常上八卦新闻，这样有损于我还有盛世的形象。万一他们继续挖下去，挖到我这个身体的隐私，你说我的面子要往哪搁？所以说，你如果想要成为蒋太太的话，你就必须循规蹈矩。一旦有所违背，你只能带着安逸净身出户。
那如果我可以答应你所说的这一切要求呢？你如果都能做得到的话，那我就可以让你享受我给你的一切荣华富贵，而死后你可以继承我财产的1/3。但是，我死后3年之内你不能改嫁。如果你有改嫁的话，这些继承权才会自动取消。还有别的条款吗？还有一个条款，那不算条款。这个，我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我也不想隐瞒你。我死后呢，我要跟我的结发妻子石若楠合葬在一块儿。你将来100年之后呢，你只能独葬。我知道这些条件对你来讲很苛刻，你未必能够接受，但我不急。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你去好好考虑。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就到律师事务所把这个协议书给签了，然后我会为你安排一个最浪漫、最奢华的婚礼，让你享尽荣华，出够风涛。阿娘，杨小姐，我今天找你来为了什么事情，你应该明白吧？我明白。谢谢你的大度，成全了我和天明。杨家姐，我希望我们2个之间可以坦诚相待。你其实早就恢复了记忆，可你为了让天明继续留在你身边，所以就继续假装失忆，对吧？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敢发毒誓吗？发毒誓说你没有撒谎。发誓就发誓，有什么不敢的？我杨家对天发誓，如果我要有半句谎话的话，我就不得好死。想不到你为了留住天明，居然不惜诅咒自己。那你敢拿天明来发誓吗？如果你有说谎，那天明就会遭到报应。看来，你的确很爱天明，甚至超过爱你自己。所以宁可诅咒自己，也不愿意拿天明来发毒誓。这是我的事儿，我干嘛要拿天明来当赌咒啊？杨佳姐，你知道吗？其实乐乐根本就不相信你会连他也记不起来，所以其实他早就偷偷进了你家，进了你的电脑。你还需要我说的再清楚一点吗？昨晚蒋大为找我签婚前协议，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整个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商务谈判，没有一点感情，甚至连一点温度都没有。这种感觉，并不是一句失望或者冰冷能够形容。可是你不是说过，你从一开始也没想要真的爱蒋大为，也没想要得到他的爱吗？可我也向往一段踏踏实实的，能够举案齐眉的婚姻啊。可这份婚前协议，没错，他是答应给我不少财产，可这代价也太大了。不仅要守活寡，还要限制行动自由。这就好比我想得到黄金，可是这份黄金
只能以笼子的形式给我。人要是没有了自由，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大姐，我看你还是离开他吧，重新再找一个呗，反正你还年轻。你这是干什么？安宁，我求求你原谅我，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是迫不得已的。我对待感情没有你那么独立，我离不开天明，我真的害怕失去他。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可你知道这个证据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坐那3年牢有多痛苦吗？你知道我有多想洗清罪名，还自己一个清白吗？我知道，我知道。我求求你原谅我，安宁，我对不起你。杨强，你别这样，你先起来。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我如果不原谅你的话，就不会偷偷来找你了，而是直接把这个 U 盘交给天明。不行，你不能把这个 U 盘交给天明，我不行让天明瞧不起我，我不想让他骂我。我其实恨不得立马把 U 盘交给天明，然后再一起去公安局。可是我冷静下来想想，还是暂时先瞒着他。毕竟你当年对我们姐妹有恩，我也理解天明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所以我才没有在天明面前揭开真相。谢谢你，安宁，你人真的很善良，很好，很感谢你。安宁，那你能告诉我，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吗？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希望你能亲自把这个 U 盘交到公安局去，说明真相，告倒宋阳。这样不仅能还了我清白，也能保全你在天明心目中的形象。你想的是很周到，可是天明那边……杨佳姐，我们都已经不小了，应该知道爱情的基本是两情相悦。替你隐瞒这件事情，已经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大限度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牺牲我和天明的幸福来成全你，所以，请你和天明做回普通朋友吧。我知道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没有资格再向你提任何的要求。我是可以没有天明这个老公，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你说什么？我决定了，这份婚前协议啊，我签。为什么呀？也许他这只是在试探我，说不定我过了这一关，就能走进他的心了。大姐，你别傻了，万一这婚前协议是他真实的想法呢？就算是这样，什么事情啊，都是在发展变化当中的。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通过我的努力，可以改变他的想法。而且，这豪门的生活，虽然没有我想象的好，也说不定没有我想象的坏呢。到底是什么滋味儿，也只有试试了才知道。真不知道我是该支持你还是反对你。其实，我跟蒋大为结婚也好，这样就可以把墨轩还给安宁了。安宁帮我照顾安逸，我觉得一半是为了我，一半也是为了墨轩。我们姐妹俩这30年的恩怨，各有各的牺牲，各有各的付出。而现在，我把墨轩还给他，也算是不欠他的了。可是，二姐现在好像爱的是天明哥耶。
不管他爱的是天明还是墨轩，我先表明态度，这不是更好吗？爱情真复杂。安宁啊，不瞒你说，虽然都已经快30了，可是我一直都还为天明留着呢。他是我第一个男人。可是你知道吗？他也是我第一个男人。昨天晚上他已经向我正式求婚了。什么？你说昨天晚上你们已经……可是我都已经怀了他的骨肉了，你总不能让我在这个时候给他打掉吧？难道你就忍心看着这孩子从一出生就享受不到父爱，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他就只能让别的男人当父亲吗？哎呀，没想到，到底发生什么事？安静扶着安宁进屋之后不久，你猜怎么样？蒋大为也来了。这个时候，我突然的我就对安宁担起心来，你知道吗？有什么好担心的？蒋大伟跟安静在谈恋爱，他去找安静那很正常。天明兄啊，你这个人啊，看起来挺聪明，不过我多说一句啊，在处理问题上太大而化之了，所以小的问题你过于粗线条了，你知道吗？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张玉元曾经告诉过我，当年他参加盛世集团20周年的庆典，在庆典活动上呢，安宁为他的妹妹安乐表演了一出《你是我的姐妹》，蒋大伟在台下听得非常入神，而且还特意的吩咐秘书把这段表演的视频给他拷贝一份。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不是明显就是蒋大伟对安宁动心了吗？再说了，张丽媛这么多年，不管是在情场上，还是在商场上，那都算得上是阅人无数，经验丰富吧。他都既然这么说，
这事儿还错得了吗？关键是，后来果不其然啊，安宁哭着跑出来了。哎，安宁，你放开我！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姐姐一样，你们都是魔鬼！安宁哭着跑出来没有多久，蒋大为紧随其后的也跟出来了，上了他自己的车，走了。你跟我说那么多到底什么意思？当然了，我也只是怀疑啊。我怀疑蒋大伟是安静叫来的，他们对安宁做了超越底线的事情，所以安宁才对他这个姐姐彻底的绝望了。就这样，他去了报社，刊登了这个声明，他要跟他姐姐安静彻底断绝姐妹关系。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这件事儿我还真说不清楚，因为我只是猜测而已，毕竟我没在现场。不过张爱玲的《半生缘》你应该看过吧？顾曼璐为了讨好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曼桢做了些什么？所以天明兄啊，我也只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么多年，我这个心里从来没放下安静，所以我就不希望看到安静为了蒋大伟这个老头子跟着他走，而且为了讨好他，他现在变得六亲不认了，他居然出卖自己的妹妹，这叫什么呀？天明兄，我希望你也帮忙拆散蒋大伟和安静，算我谢谢你了。来吧。在庆典活动上，安宁为她的妹妹安乐特别的演唱了一首歌，蒋大伟在台下听得非常入神，而且还特意的吩咐秘书把这段表演的视频给他拷贝一份。这不是明显就是蒋大伟对安宁动心了吗？顾曼璐为了讨好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曼桢做了些什么？抱歉啊，这么晚还把各位留下来开会。这最主要的是因为前些天，石经理向这个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对咱们盛世未来思路的建议书，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没有？石天明确实是一位善于思考、有能力的小伙子。蒋大伟，小兔子爱吃胡萝卜吗？我看你这2天气色不是很好，要不让安逸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想跟妈妈走。你不是说喜欢许叔叔吗？我喜欢许叔叔，可是我更喜欢妈妈呀。安逸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晚上睡觉没有她，还是有点不习惯呢。我看见报上的声明了。安宁，你和你姐到底怎么了？是我一时冲动了。那就好。你们姐妹感情那么深，没必要。我跟天明哥聊起过你姐妹的事儿，我想让他多关心一下你。你们俩和好了吗？怎么还没和好？安宁，你知道天明哥没有父母，从小是他姥姥把他带大的，所以他跟他姥姥感情特别深。杨家在他姥姥临终之前，对他姥姥非常好。天明哥很感激他，就像你感激杨家救了你姐姐一样。但这是感激，绝对不是爱情。所以无论如何，你原谅他。我也想原谅他，可
是来不及了。为什么？杨家怀孕了，而且杨家说了，这孩子他是一定会生下来的。所以墨轩，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什么事这么怒气冲冲的？你对安宁做过什么？我能对她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我问你，前天晚上你在安静家里对她做过什么？她们姐妹俩发生一点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你敢说你对安宁没有起过不好的念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对安宁有什么心思的话，我就直接告诉你去追她了，我还从来不会客气。你给我闭嘴！所有男人都可以去追她，就是你不可以。我告诉你，安宁她不是物品，没有人可以宣布对她的垄断。我只是欣赏她那个独特的个性，所以才多次邀请她到公司来上班。而且我们都坐过牢，她的一些感受我可以感同身受。我只是想帮帮她，栽培她，难道我这样错了吗？这实话告诉你，我决定娶安静为妻了。你要娶安静？对，我妻子已经过世30多年了，我不能再守着对她那种思念和负罪感，过完我后半辈子。安静她适合我，我会娶她的。不行！为什么？你不可以娶安静。为什么？你就这样把你妻子抛到脑后，对得起她吗？你这样，石天明，你今天讲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啊！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对安静有不良企图，现在又莫名其妙的不准我娶安静，甚至拿我个人的隐私来威胁我。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凭的就是因为你有才气，我欣赏你，你救过我，就可以对我胡作非为吗？我问你，你父亲有没有教过你一些做人基本的礼貌和分寸？我父亲？我父亲他就是一个对家庭、对感情不负责任的混蛋。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也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仇人。蒋大为，我警告你，你不能娶安静，你要跟他分手。石天明，你有病！我看你需要看心理医生。你今天的言行是严重失态，毫无理智，然后对你父亲也出言不顺，我对你太失望。我告诉你啊，只要安静她签了婚前协议，我就会娶她。到时候，要么带上你的祝福来参加婚礼，要么你就给我滚蛋！我答应你，我和天明分手。你说真的？你真的会和天明分手？我理解一个孩子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成长有多痛苦。我不希望天明和你的孩子也像我跟我姐小时候那样。虽然我也很爱天明，可是他毕竟背叛了我们的爱情，和你有了孩子，所以他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安宁，谢谢你。你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我不需要你的报答。也许
我跟天明的缘分就只有这么多。那我能不能求求你，做好人做到底？能不能晚几天再告发宋阳？就等我和天明结了婚以后，可以吗？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先指证宋阳，再和天明结婚？哦，是这样的，宋阳和我妈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他在我们公司这么多年，一直都身居要职。要把他送进监狱之前，肯定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善后的。所以我能不能求求你，给我几天时间？算了，反正失去天明，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指证宋阳的事情，晚几天就晚几天。安宁，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我又一次的欺骗了你，利用了你的善良。我真的不想这样。你失去了天明，还可以活下去，而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天明牵着你的手走进结婚的礼堂。安宁，是我对不起你。天明，给你打个电话，你怎么不接呀？天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天明啊，你看我们那个1个月的期限早就已经过了。佳佳，那天晚上是我对不起你，但那是个错误。我们不能就这样一直错下去。昨天晚上，那怎么能算是一个错误呢？而且它就算是错误的话，那个错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结局啊！你说什么？天明，你看，你要当爸爸啦！我有几句话，说完了我就走。大伟已经向我求婚了，他说他不介意我的过去，也可以接受安逸，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就会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正式向我求婚，还会为我举办一个让所有的女人都嫉妒的婚礼。蒋总，他真这么说？当然是真的了，这还能有假？向宁，祝福我吧。虽然你已经登报声明和我断绝姐妹关系，可我知道你依然希望我幸福，就像我依然希望你幸福一样。
安宁，安宁，安宁，我刚在楼下看到你姐，她找你干什么？我们分手吧。为什么？你是不是怕蒋大为娶了你姐，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复杂？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这个关系变得那么尴尬的。我大不了我这辈子都不认那个蒋大为，我也要跟你结婚的。可问题是，现在不仅仅是为了我姐，也是为了杨家，还有你和杨家的孩子。你知道了，安妮，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想都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了，等杨家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一定会担负起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安宁，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挑起这个担子？你住口！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我不管你爱不爱杨家，就算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你都必须跟他结婚。你就那么轻易的放弃我们的感情？就那么轻易的放弃我？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你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宽容？为什么就对我那么冷酷无情？为什么？难道有一个安宁还不够吗？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不完整的家会给一个孩子带来什么。为什么父母犯的错都要由孩子来承担啊？对不起，我必须分手。时间会治愈一切的。时间就是一个自称能治百病的庸医。我不像你姐，被别人抛弃的时候，她可以重新再来，改头换面。但我不行，我没有你，我就会死，我的心就会死，我整个人都会死了。但是你别忘了，我跟我姐流着相同的血，我们是一类人。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跟许墨轩重新开始，而墨轩为了安逸也答应了。这样一来，你娶了杨家，我姐姐嫁给你爸爸，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会跟墨轩重新来过，我不相信。我知道你爱的是我，我知道。你错了，我告诉你，一个女人的初恋才是永恒跟难忘的。这些年来，我对于你只有感激跟感动，没有爱。